为什么1B-5维权很难胜诉？你可能不知道，在美国能专业帮1B-5投资人追钱的律师事务所，可能连10个都凑不齐。之前刚刚参加完1B-5律师行业的一个峰会，现在现场很多顶级律师所的合伙人说得非常的直接，这种案子我们根本就不接，为什么呢？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，为什么1B-5投资人维权这么难？我们总结下来主要有4个原因。律师极度稀缺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全美国真正愿意也有经验帮1B-5投资人打官司的律师不超过个位数。在华人律师圈，也就2、3位常见的名字。很多投资人最喜欢风险代理，输了不花钱，赢了才分钱，听起来投资人不吃亏，但对律师来说，这就是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压上去，还不一定有结果。律师靠的是时间变现，所以这种案子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接的。这就是第一道门槛。大部分律师不愿意接1B-5投资人的案子，主要是收费模式不匹配，投资人都希望风险代理，按结果付费，赢了再付钱。但是大的律师所收费是固定小时费率，$550至$900一个小时。对很多中国投资人来说，这个账很难接受。结果就是律师更愿意帮项目方，因为项目方才是真正能付得起钱的大客户。协调成本太高，很多投资人希望抱团诉讼，但人数一多，意见就难统一。有的想快点和解，有的要硬刚到底，还有的干脆不想掏钱。律师一看，这案子推进成本比想象的还要高，直接劝退了。诉讼和法律脱节，很多投资人觉得投资款没拿回来，就是被骗，就想告项目方诈骗。但在美国法律下，只要项目方履行了合同，即使亏损也不能算诈骗，投资人也只能自认倒霉。律师还要花时间教育客户，这就更没人愿意干了。美国大律师事务所的定位，基本上老美大的律师事务所多数是站在项目方，因为项目方才是真正的优质大客户。能帮1B-5投资人的多数也是局限在移民身份的层面，比如绿卡申请复议、AAO 行政上诉。真正能替投资人去追钱的律师团队凤毛麟角，投资人胜诉概率小。什么情况下才能赢呢？一个大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告诉我们，说得很直接，只有在这2种情况下，胜诉可能性才比较大。第一种，资金乱用，项目方没有按合同用钱，有挪用、滥用行为。第二种，再投资违规，基金管理人在投资时没按基金章程规定来。除此之外，想打赢官司几率非常的低。说一下感受，1B-5投资人维权很难，不是律师不想帮，而是行业现实决定的。投资人分散，意见难统一，收费模式和预期都错位，很多诉求本身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。所以，投资人如果真要走诉讼这条路，一定要想清楚有没有资金的乱用或再投资违规的硬证据。如果没有，那很可能只是花钱买气氛。说句很扎心的话，1B-5维权最好的办法不是等到最后找律师，而是在选项目的时候就要看懂合同。只有手里握有真正保护自己的合同，
未来维权才有底气，否则可能连律师都不愿意代理你。关注并私聊我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，免费获得最新美国地产投资干货指南。地产投资实战经验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，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投资的本质，获得更多美国地产投资1B-5投资移民资讯，1B-5投资移民项目的深渊巨坑，1B-5投资移民合同夺命连环套，资本狂潮下的1B-5悲剧。持续了解美国地产投资和1B-5的定调，风险和回报永远成正比，这是美国基金资金结构的核心逻辑。点赞关注不会迷路，请订阅。